OK， 大家好，我是周弟。本期我们要讲的是假币齿边的制作，其实大部分是我猜测推算的，如有如同，那就如同吧。先回顾一下真币的齿边是如何形成的。钱币上下图文都压印好之后，真正自然的齿边是像这样子的。当银胚被上下模具撞击后，这时银胚受到压力会扩散冲向齿边钢圈膜，空白银胚呢跟齿边膜形成了一体，再将钱币推出，产生了齿边细缝中有着拉丝线。这过程啊，可以回看以前我的影片。这时啊，有些齿边内会有中间一条比较凸起的线，有些人称雕刻线，就是齿边模具制作好后，雕刻师要确保齿边数量正常，于是会用雕刻刀加锤子刻上一条一条数过的齿边记号，这样子数一圈才知道数到哪了。于是就有齿边凹槽处的夹内齿，算是个检验过程吧。这个我是没有任何依据啦。如果知道的朋友可以底下留言哦。当然，很多银元齿边也没有雕刻线，只有拉丝线。假币齿边是怎么做的呢？早期造假者会雇学生帮忙雕边齿，猜测是用锉刀一齿一齿的锉，有时手拿不稳啊，将会出现搞笑的齿边了。通常齿边是一条一条的，一旦锉刀角度没抓好，就能发现有斜斜的齿边，这就是手工齿边。最主要是时间成本的考量，效率太低了，后来还是必须借由机器来完成这项任务。接下来是我想象的几种假币齿边的制作方式。滚边机造齿边，也就是滚出来的齿边。首先将真币的齿边压印复制出来，然后将钱币放在齿边条上碾压，其实就是光边机的概念，这样就不会有真币齿边凹槽处有一条一条的拉丝线，齿边就不会有压力的表现。为了掩盖没有拉丝线，造假者会干脆把边齿做上颜色。我印象有一批传阳假币是这样子做的，壁面白白的，齿边却是诡异的黑啊，很不自然。齿边能氧化成黑色的，壁面还能白成这样子。还有造假者将齿边做上绿锈，各种的锈，来掩盖凹槽处没有拉丝线。其实这个方法的假币应该都已经不能算高仿币了，连拉丝线都没有做出来，已经不算合格了。自动旋转齿边冲头机，这想法是来自网络上的这张照片。我们来模拟一下这张照片是如何运作的。造假者用圆柱体的钢棒将已压印完成的钱币夹着死死的。圆柱体的钢棒呢，直径刚好是假银元的大小，只露出钱币周围最外郭的部分。发明了齿边制造机，原理就是装上适合的齿边冲头，挑选适合的齿边形状，看是要齿边中间带细纹的，还是要直齿边，任你挑选。装上这个机器后啊，打开开关，这个夹住钱币的圆柱体就会慢速的转动，边齿冲头呢就按照固定的速度往边框戳出一齿一齿的边齿，而这会形成一种结果，就是钱币齿边的距离大小都会一样，甚至呢齿边的凹槽处的小细痕也是一模一样的，让人一看就觉得很不自然。真正的齿边啊，应该是有深有浅，是渐层的方式呈现。所以当你看到齿边都是一样的形状，甚至凹槽处里面也都是一样的拉丝线，那就有问题了。方法3，仿真币流程，就是将真币的齿边啊复制出来。反正方法有不少，电脑扫描的，或是用细胶复制出齿边钢圈膜。有了这个齿边钢圈膜后，完全可以仿照真币的压印方式，使银胚受力挤压到齿边膜，这时能完全复制真币的渐层感、自然感。唯一破绽就是印花机的压力，这里用慢速的动画演示，左边是真币，右边是假币。当空白银胚被上下模具高速的压力下冲撞，这时真币银胚开始用每秒1000公里的速度扩展，朝着齿边膜方向奔去。
看来假币的上下膜压力不行啊，每秒不到400公里的慢速往齿边膜挤压，以这速度啊，最后还是真币先到达终点。真币的齿边想必是有力道的，压力表现十足。好了，齿边形成了，我们真币的压力感获胜。这时真币与假币的齿边比较下，可以看出真币的凹槽处是有压力的、锐利的，假币的凹槽处是模糊的、无压力感，有些甚至有点毛边。这应该是复制假齿边膜的毛边痕迹啊！各位拳友更相信哪一种方式呢？可以在下面留言讨论哦。我这么努力表演，希望能够吸引到曾经在假币造币厂工作过的师傅出来留言哦。我是希望将来能有第2集来推翻这一集啦。好的，讲这么多齿边制造方式，我们来说一下正常的假齿边的破绽吧。第一，凹槽齿内无拉丝线，有时候会感觉内齿的底板，也就是底部有点鼓起的感觉，最后还有不自然的覆盖颜色或人工滤锈掩盖的感觉。第二，齿边制造出来这些空白处肯定会有残留一些破绽，需要进行修饰。正常最突出的面是光滑的，如果有发现这个方向的刷痕啊，感觉是用砂纸这个方向修饰的。凡是只要有这个方向的痕迹，就要特别小心了。看假币一定要搭配看包浆颜色、齿边、压力、圆光等等各种特色总结后才行啊。这种总结方式啊，往往就是专家们的第一眼印象。为什么会产生第一眼感觉是假的，但是拿起放大镜仔细观察，又怎么越看越像真币呢？我下周呢会解释这一切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